么那么早就回来了？你干嘛呢？哎，那个，我男朋友来了，你要不……哎，晚点再回来。喂，秋华，我给你打过好几回电话，你都没接。我最近刚转职业，工作有点忙，就没怎么看手机。有事儿吗？你在哪儿啊？你妈刚给我打过电话，咱们能见一面吗？秋华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咱们不是老乡吗？都在京北，心里闷，想说说话，也好彼此有个照应。你在哪儿呢？哎，这儿，菜都凉了。来来来，你怎么点这么多呀？我不是跟你说我吃过了吗？吃过了再吃点呗。太你要吃过你就多了，放那儿，反正我也吃不了。都浪费了。真吃过了？真的吃过了，我跟朋友在大排档吃的。我怎么想起来咱小时候了呢？每次从我家里给你带东西，你都说你吃过了。你每次都说你吃过了，咱也不知道是真吃过了还是没吃过。那时候咱俩还在那个镇中学上初中吧？那时候你就是学校里最受关照的学生了。提这干嘛呀？他们就喜欢扒着我，我其实一点不关注他们，我就关注你。又来了，你快吃吧，都凉了。秋华，最近工作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你呢？我也还行。你打算一个人在京北干下去啊？当然啊，你喜欢京北啊？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？努力读书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来这儿吗？怎么了？我不太喜欢这里。我觉得这儿的人吧，太势利了。这个词儿可能说的不太准确啊，应该是这儿的人情太淡了，不像咱那边街坊邻里都认识，都有一个照顾。我总觉得一个人在京北吧，压力太大，想家了。那你就回去呗。那咱俩一块儿回去呗。你也知道，我来京北呢，都是因为你。而且我爸说了，只要咱俩一块儿回去，都给咱俩找工作。我不会回去的，我也不需要你爸帮我安排工作。倒是你，我觉得你挺需要的。你回老家，你爸现在还没退休，升职的机会还会多一些，是吧？你知道，我不是完全为了工作，我就是因为咱……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你的意思我都清楚。那我觉得你完全没必要为了我。而且我觉得咱俩这个性格从小到大……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你不回去，我就陪你。给，再来块虾。你吃吧。来块薯条。对了，我爸让我跟你说，那个你弟那工作已经搞定了。你爸帮我弟安排工作了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找什么工作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是在那个县政府当保安。
我先去个卫生间。哦。那边。喂，妈，张县长帮我弟安排工作了。您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，您就让人家给安排工作呀？人家一个堂堂的县长，人家凭什么帮咱家呀？天底下有白吃的午餐吗？你们现在接受了人家的帮忙，今后拿什么还啊？小华，你出息了是吧？啊，你这出息了，你就不管家里的事儿了是不是？你这一个人在外边，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弟弟妹妹的事儿你不管了是不是？你怎么考出去的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我每个月的工资我1分钱都不敢花，我除了吃饭我都给你们寄回去了，你们还想让我怎么样？老话说得好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你这考出去了，出息了，你每个月给家里寄点钱就行了。那弟弟妹妹的前途呢？你就不管了？啊？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管。再说了，就算我弟弟妹妹要出来，那也不一定非得麻烦人家张县长，我再另想办法不行吗？你们现在让人家给安排工作，将来拿什么还人家？不用还了，还什么呀？你嫁给他儿子了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不用还。我多像候鸟，满世界环绕，却从来无处落脚。我觉得看它短的那个就好。越来越远，好吧，对啊，你就买这个。渐渐地变成挥之不去的。以后不管咱俩是什么关系，请你给你爸打一个电话，让他以后不要再给我们家帮任何的忙。没事儿，这都是小事儿。这个电话你一定要打，要不然以后咱俩就没办法再来往了。我一会儿打，你别着急啊。还有，我觉得你确实不适合留在京北工作。你在这儿，你爸也帮不了你。你跟我不一样，我在哪儿都没有人帮我。秋华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只要跟我回去，我爸会像照顾我一样照顾你，他也一样。我就是想要逃离那个人情社会，我才留在这儿的。你明不明白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。明白。只要你不回去，我就不回去。哎，哪位？罗律师，您还没来上班，韩主任找您。告诉他我死了。什么人呢？这是。哎，邱律师，韩律师请您来了，到他那儿去一趟。哦，谢谢。韩主任，您找我？听说案子不顺是吧？还行。还行。性骚扰，哪有那么容易打的？就算你打赢了，能得到什么？
也就你这样的傻子才会做这样的傻事儿。你还有事儿吗？没事，我先去工作了。干嘛？我想过了，这一年你跟着我做了不少工作，我知道你需要钱。这几个案子是我手头上最挣钱的案子，都给你。有条件吗？条件就是，当着我的面把那些录音都删了。梅先生，有事啊？那个性骚扰的案子没办法打了。唯一的证人还是我们同律所的律师花钱才愿意出来作证，现在很有可能连当事人也要退缩了。梅先生，你说这现实怎么这么残酷啊？你知道我跟秋华有多难吗？我们为了这案子付出多大的代价呀！我们俩刚刚转职业，连温饱都没解决呢，就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赚钱的案子，是一专利案。我们俩谁都不是学专利的，就为了这案子，我们俩都快被逼成专利法专家了。但是又遇到这性骚扰案，我们就把那专利案拱手让给别人了。但是到最后，我们得到什么了呢？现实真是太黑色幽默了。唉，你接这个性骚扰的案子，到底是为了谁呀？为了当事人呀。自有人类起就有的最古老的行为，这被骚扰的人多了，他们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是他们的代理律师啊。啊，如果当事人不让你们代理了，他对你们来说就是一个路人了，他是死是活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律师接案子，难道不是为了自己吗？你们放弃了挣钱的案子，来接这个费力不讨好的，不是为了自己心中那点念想，那点理想主义。想一想，放下这个案子，看看你们能不能过得去。如果过得去，何必再想？本来就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过不去，那就再想办法，哪怕撞上南墙，撞得头破血流，也是咎由自取。不要向别人抱怨。
罗律师，您之前的一位当事人来了，在会议室呢，邱律师正接待着呢。谁呀？郭月，我劝你还是放弃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没有资本做这种无望的努力。邱律师，您和我是一样的人。对，我比你大几岁，比你早几年来这个城市打拼，所以，你的遭遇我特别能理解。我也知道，在这个城市里没人能帮我们的，我们也付不起那么大的代价。那，邱律师，我能叫您一声姐姐吗？当然。那姐姐，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您身上，您会怎么办？郭玉，罗律师，哎，情况邱律都和你说了吧？我们没有证人了。他告诉我了。那你今天来是？我爸妈这2天过来了，所以我没来得及过来。但是我还是想打官司。打官司就是打证据，没有证据，你的委屈就等于没有发生过。可是它发生过呀。是，我相信发生过，但是你到法庭上，要当着众人的面儿，用证据证明它发生过，否则它就没发生。可是它发生过呀，我知道，你们也知道，这事情明明就发生过呀，如何证明那是你们的事儿？郭玉，你先别激动，冷静一点。你能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这么坚持吗？你们知道我这2天是怎么过的吗？我爸妈从网上看到那些消息了。其实他们生活在农村，是看不到网络的，是有人有意告诉了他们。他们害怕极了，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，舍不得花钱的他们，买了票来了京北，就是为了要阻止我。他们骂我忘恩负义，骂我不知天高地厚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他们甚至还说，又不是什么谷子米，挖一瓢少一瓢，不过是摸了几下，忍忍不就完了？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女儿呢？他们一辈子就是这么活的呀，遇到权势就低头，遇到事情就躲着走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正是因为他们跟我说的这些，才逼我下了决定。我就在想，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活，那我为什么要出来读书呀？我吃了上顿等下顿，到了一定年龄找个人嫁了，养一堆娃，不也是过了一辈子吗？可我读了书了，睁开眼了，我知道人不应该那样活。我好不容易读出来了，也睁开了眼，我不能再闭着眼倒回去啊！所以我要打这个官司呀。其实我们都特别理解你，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证人和证据。哎，要是有证人和证据，就不用说这些。不是，罗律师、邱律师，你们怎么还是不明白呢？赢不赢、输不输那是别人的事情，打不打那是
既然连书都不怕了，还怕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方律不是提醒我们，可能还没找到关键的证据。那就打，会。我跟秋绿会努力的去找新的证据，但你也要做好输的心理准备。我知道，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，和你们没关系。我想到一个人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作证。谁？夏玲玲，这位是邱律师，这位是罗律师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你能来。你现在的状态可以正常的交谈吗？可以，我跟玲玲都说过了。我听说你前阵子被强制戒毒了，是吗？上个星期出来的。这是玲玲以前的照片，您看看现在差别多大？你愿意把事情原本的、如实的告诉我们吗？我们需要录像。非要录像吗？我们需要证据，真实记录你陈述事实的状态。那个夏琳琳，我们是律师，不是媒体记者。我们录像只是用于法律诉讼，向法庭证明你证言的真实性。除此之外，这份录像不会有任何用途的，你可以放心。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哎，秋华，别忘了打上时间码。好。那我们开始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夏琳琳。你的出生年月日是？1987年5月19日。你什么时候入职于伟达集团的？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2015年8月到2016年10月，我在伟达集团工作过，做杨伟达的秘书。在这段工作期间，你在公司曾经遇到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？我们希望你能够实事求是地回答我们。我曾经被他强奸过。什么？我那天被强奸后，我是想报警的，但是杨伟达给我发了很多的信息。他跟我说，他喜欢我，他要离婚娶我。我一想他那么有钱随意，但我没想到他是骗我的。他太太知道这些事情之后，他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，而且还找了一个借口把我从公司辞退了。我们俩的聊天记录都在这手机里。所以，我愿意出庭作证，只要他能遭到他应有的报应，我愿意出庭作证，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
干得不错。我就觉得吧，有什么关键证据没找到，这不出现了。他不光性骚扰了夏琳琳，还趁着出差借机强奸了她。如果郭玉当时也跟他一起出差，没准结局也是一样。你们打的是性骚扰的案子，强奸的事儿啊，我建议在法庭上还是不要提。我和秋华也是这么商量的。马上把这些短信去做公证，说服法庭呢接受为新的证据。夏琳琳同意出庭的，千万别。为什么？他是个瘾君子啊，如果他出现在法庭上，对方一定会拿他的品行大做文章，他经不起盘问的。这些短信够了，赤裸裸的性骚扰，法庭应该可以认定。还有啊，天力所呢不想代理这个案子了，我们合伙人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这个案子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了，半途而废有点可惜，所以我们决定拿回来，以咱们律所的名义打。专利案呢在陶律师那边，我和董先生也商量过了，没有问题，所以你们两个就放开手，好好的打这个案子，好吧？方律说的对，别忘了对面是陈硕。陈硕怎么了？你怕他呀？不是怕他，如果夏琳琳出现在法庭上，我怕陈硕会对夏琳琳穷追猛打的。反正现在大部分证人也不会出庭，法庭也不会强迫，咱们也别让他出庭了呗。可是秋华，就算咱不让夏琳琳出庭，你以为陈硕就不会拿他吸毒这件事做文章吗？法庭现在不知道这件事对夏琳琳的伤害有多大，只知道他是一个瘾君子，岂不是更糟？我的意见是，应该让夏琳琳出庭，而且让她在法庭上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吸毒这个事实，让法庭知道这件事对她的伤害有多大，这样会不会效果更好？我就是怕夏琳琳经不起陈硕的盘问。我还就不信了，咱们可以训练他呀。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法院，咱们提交申请，让夏琳出庭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各位观众，前段时间备受关注的杨伟达性骚扰案今天正式开庭了。由于本案涉及隐私，为了避免当事人受到二次伤害，法庭将不公开审理，只有专业人士及相关人员才能进入。但我们将密切关注审理结果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，阳春律师事务所的车现在已经过来了，让我们去采访一下。郭玉小姐，秋华，秋华，加油啊，秋华，你可以的，秋华，加油啊，秋华。郭玉，有网友说你是白眼狼，是敲诈，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？郭玉，您对今天的审理有什么样的想法，可以跟观众说一下吗？罗律师，你有什么想法，跟观众说一下吧。对不起，既然我们已经付诸于法律，那就一切交给法律吧。网友说人家资助了你，你还反过来告人家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我们相信法律公正，等审理结果吧。郭玉，你回答一下吧，郭玉。郭律师，你也回答一下吧，郭玉。请大家保持秩序。我有证。出来，罗正义。张伟阳，怎么？薛律呢？没来啊，陪我的当事人呢？今天就你一个人？只有我一个人啊！对付你罗正义，我一个陈无良足够了。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现在开庭，请坐。原告证据1至证据6为原告和被告手机来往短信，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对本案原告进行长期的性质恶劣的性骚扰。被告对此有无异议？
有意，在我方看来，在不同的关系模式下，相同的文字可以解读为不同的含义。只是凭这些，原告就解读为是性骚扰，我觉得确实是有点勉强。比如说第6条，玉，你瘦了，我好心疼，一闭上眼就看到你那白白瘦瘦的小脸。这不是性骚扰吗？对方代理人，一个大老爷们儿对一个22岁的女孩发这样的短信，不是性骚扰，那还有什么叫性骚扰？审判长，原告是在被告的资助之下上的大学。当初被告去接原告的时候，原告的父母曾拉着被告杨伟达先生的手，反复叮咛，你要把他当作亲生女儿去对待。这所有的信息，如果是当成成年男女之间的这种信息交往，那我觉得杨伟达先生确实是有失端庄。可是如果换一种想法，是父亲对女儿的一种关心，那会不会觉得舒服一些呢？那我觉得虽然看似有些亲昵，但是却没有失大格。所以我方觉得这不过是一个长辈对于晚辈在生活上的关心，还有在工作中的照顾而已。是关心关照吗？对方代理人，您的当事人是不是对他所有资助过的女孩都用这样的口吻说话？但也不是所有被资助的女孩的父母都会拉着杨伟达先生的手，让他们把自己的女儿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去对待。但我相信杨伟达先生一定会对每一个受资助的女孩都在生活上关心，在工作上照顾，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，有的关心多一点，有的关心少一点。原告方，你们提供的这些信息，我觉得充其量只能指摘被告，他的措辞有些不妥，但离性骚扰确实有点远了吧？继续。第7号至第15号证据为本案原告和公司同事梁田之间的微信来往。要证明的事项为，原告把自己受到性骚扰的事情多次和梁田哭诉，而梁田也曾经多次安慰原告。被告对此有无异议？有异议。这些信息只能说明原告在同事面前说了老板的坏话，而同事呢，确实是附和了一些。而在内容里面却没有性骚扰的体现。他们是同一公司的同事，他们是当面谈的，而这些微信表明他们确实是见面谈过。梁田知道原告受到了老板的性骚扰，他是在安慰原告。审判长，我方提交给法庭的第5号证据就是梁田本人出具的证言，在那份证言里边，他本人证明了他跟原告从来没有聊过杨伟达先生性骚扰的事儿。只是原告说过，老板对他的工作不是很满意。继续。第16、17号证据为2017年1月12日、13日被告和原告之间的微信往来。在这些微信里，连续2天，被告要求原告陪他外出吃饭，原告均找理由拒绝。第18号证据为原告2016年优秀员工奖状。19号证据为被告公司年终奖名单，原告被扣发了2016年度的年终奖。第20号证据为原告和被告的微信记录，原告问被告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扣发了他的年终奖金，被告回答他：“你自己心里有数。”而就在那前2天，原告拒绝了被告多次要求他单独陪自己吃饭的邀请。被告有无异议？有异议。顺序发生的事情不必然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。原告是当年的优秀员工，被告为了奖励原告去请他吃饭，被拒绝了。还有就是原告当年的奖金被扣发，这是3件事情，三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。还有就是，事实上原告他也隐瞒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奖金发放的前2天，因为他工作上的疏失，导致我的被告杨伟达先生错过了和一个重要客户的见面，这让公司失去了一个大单。原告有没有这件事儿？我那几天只是想躲着他，所以找了个借口就没去上班。据他说，因为我没去上班的原因，错过了他和客户的1次会面。但事实是不是这样，我也不清楚。
好，那我们再退一万步说，就是说一个老板想请自己的女下属去吃饭，但是被拒绝了，老板非常的生气，扣发了他当年的年终奖。可是就算这样，他也不是必然的推导出他就想性骚扰自己的女员工啊。开始吧。真用他呀，陈硕不会对他客气的。我们只有他这一张牌，不用他，必属无疑。那好吧。审判长，我方要求传证人夏琳琳出庭作证。审判长，证据交换的时候，举证期限已经届满，原告方的行为属于证据偷袭，我方坚决反对。被告，原告在开庭前已经提交申请。乙方不想查清事实吗？原告方，你确认要让自己的证人出席吗？报告审判长，我方坚持传证人出庭作证，证人已在庭外等候。本庭同意原告证人出庭作证。传证人出庭。英子，我怎么觉得哪儿不太对劲？就觉得这陈硕好像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姓名：夏琳琳。出生年月：1987年5月。证人夏琳琳，今天本庭传你到庭，为本案作证，你已签署承诺书。你要把你所知道的事实如实向法庭陈述，不做假证、伪证。如有虚假陈述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听清楚了吗？证人，你可以开始作证了。我叫夏琳琳，我2015年的8月到2016年的10月，曾经在伟达集团工作过，做杨伟达的秘书。我曾经也是受伟大基金资助读的大学。毕业后我找不到工作，伟大集团录用了我，还让我做杨伟达的秘书。我那个时候对他心里充满了感激。可后来我就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对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就是觉得他对我太好了。工作上很照顾我，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，甚至会关怀到我几号来大姨妈穿多大的内衣。再后来，他会趁没人的时候对我动手动脚的，会亲我、摸我，然后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面，给我发一些下流的短信。我跟郭玉的遭遇是一样的。再后来，他就会带我出去出差，然后夏琳琳，你有证据能够证明你说的话是事实吗？原告代理人，请不要打断证人。我有证据的，他曾经给我发的那些短信我都还留着。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这有经过公证的夏琳琳与被告的手机短信记录，请求提供给法庭。同意。审判长、审判员、对方代理人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些短信。这些话含义明确，充满了色情和挑逗，就是赤裸裸的性骚扰。不用我念几条了吧？不用念了，含义确实很明显。继续。夏琳琳，我们对你不幸的遭遇表示同情。请问你被被告人性骚扰这件事，对你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吗？大家看到现在的我就是被告造成的。
我因为忍受不了他长期的性骚扰，反正我后来就离开了这家公司。后来我结了婚，但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，我就把事情跟我前夫说了。可我前夫是一个贞操观念极强的人，我们俩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了夫妻关系不和，最后不得不离了婚。再后来我因为忍受不了这些痛苦和压抑，我选择吸了毒。这一辈子就毁了啊！记忆里许多事情又过去，过去，我们多有默契。失去的所有人里，最怀念自己。不痛不惧，用沉默来代替错过的我，没多说一句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天生会乐观的人群，总在夜深人静自语，永远相信明天的和结局是我的超能力。为一个劫翻山越岭，走很远才惊觉已过去。雨过天晴，怎么算公平？歇斯底里的事，离开不必非要证据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错过你也成为风景，没做好有什么要紧？若世界显得拥挤，踉跄步履，我依然独行，用热泪等执着回应，找回那个完整的自己。我会爱我，再计算公平。我会爱我，再计算公平。